所以剥离皮肤这个步骤一定不要错顺序了。接着我们来按照顾客想要保留的一个延长的长度去修剪一下甲片的长度。上节课呢，我教给大家的是梯形甲型的修磨细节，那么这节课呢，教给大家椭圆形甲型的修磨细节这两个甲型都是操作顾客最多的一个形状。一样找到我们的甲面中心线，然后为了快速修磨，我们可以稍微的把这个小角角给它多剪掉一点点，这样我们打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轻松了。但是不要剪得过多啊，剪过多了你容易做成一下子下手狠了，左右不对称了，被你剪掉很多了，后面就救不回来了，理不理解？好，修出一个大形，找到中心线，整甲面的中心线要跟指骨中心线保持平行的关系啊。然后同样，上节课我们讲到了修侧线一定要是先拉直线先拉直线。我们顺着本甲侧线，我们给它延伸出来一条直线。拉直线的时候一定不能什么？一定不能晃一定不能晃。这边右侧的直线拉好了之后，我们同样把左侧的直线也拉出来。先拉直线才能确保你后期打磨修行的时候容易做到左右对称。注意要点，一定要压住顾客的甲床。这边厚度稍微微的，还可以顺带的修磨一下，如果你觉得刚刚打磨机有没打好的地方的话。好的，我们两侧的直线修磨好了之后呢，找到一个统一的变形点这个顾客的甲床相对来说是比较宽的，那我们就不要一下子做的很瘦很瘦的偏尖型的椭圆，我们要做相对圆润的椭圆，这样就更符合它的本甲条件，不会觉得你做出来的修出来的甲型一下子太尖了。那我们找的变形点，推荐大家像这种甲床比较宽胖的，我们的变形点大概是在它延长，看一下延长部分，这个叫做人工的自由圆，自由圆的1/2左右的这个地方，我们去找到它的变形点，一半的位置，看得见吗？我们去给它来回看。我们的大拇指按压住顾客的甲床和一点点甲片的部位，这样我们在来回拖动纱条的时候，顾客就不会觉得震得不舒服，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个修甲型的时候晃动给顾客造成不适感，对不对？上节课也有强调过。然后其次，找到变形点了之后，我们从变形点出发，慢慢的走小碎步，看到没？什么叫做小碎步？我这样一直在来回走，来回拉，走小碎步。我不是一下子从这儿歘一下窜到这儿，并不是的，我是有叠加的小碎步。像这个样子的小碎步，我们磨出来的这条弧线，磨弧线和磨直线的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走小碎步，走叠加的，慢慢的走过来的，对不对？虽然我的纱条在快速的来回的打磨，但是我从1/2的，但是我从1/2的地方走到指尖的过程是慢的，理不理解这个细节了？修磨好一遍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变成了一个流畅的弧线的线条，对不对？它是没有任何什么坑坑洼洼，或者是有那种小棱角的。所以走小碎步，走慢步子，连贯的打磨是磨弧线的打磨要点。接着我们来操作另外一边，一样是找到1/2的，看得到吗？自由圆的1/2的地方，从1/2的地方起步，走小碎步，慢慢的连到指尖，做微调。磨的是什么？纱条一样，上节课也有强调过，卡在什么呢？甲片的底部，而不是侧边卡在甲片的底部进行修磨。
从正面看，左右对称修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把顾客的手指头看大拇指往外翻啊，大拇指外翻，把手转过来去看整根的指骨中心线和你的指尖是不是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啊？如果不在同一条直线上，我们就可以进行什么呢？倒过来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微调。那如果你微调的时候纱条太粗了，可以去换一根细腻的纱条。同样按压住甲床啊。我们修甲型的时候，跟甲床本身是毫无关系的，要看就是看自由圆的前端的这条轮廓线，理不理解？要看前端的这整一条轮廓线。好，微调好了之后。接着我们打磨机开到4000转啊，4，转速一定要开低，用纱圈头进行整甲面的刻磨。用纱圈头进行整甲面的刻磨。甲片部分就这样顺着刻磨就可以了，然后甲面部分一定是先掰开甲廓，边缘轮廓的刻磨一定要到位，衔接处台阶的这个缝隙有凹陷的地方也一定要磨到，拎起顾客甲廓的皮肤啊。像这个样子，整甲面的刻磨就完成了。刻磨好甲面之后，转速15，用这颗红标的小圆头去打磨一下死皮，因为这个顾客本身没有什么死皮，只有这么一点点，所以不需要剪，只要打磨一下就可以了。最后同样用4000转的转速换成本甲刻磨头，在我们刚刚推起死皮的地方，我们会发现死皮推起来的就有一个新的空间，这个新的空间范围在这个死皮底下被藏着的。那如果你用大的纱圈头去刻磨的话，你会发现很不容易构造，又把皮肤给磨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推荐用这个小的本甲刻磨头去进行这个口袋下方的甲面的刻磨，这样后期就不会起翘了。好的，我们清洁干净甲面。像这个样子，我们贴甲片、修型、皮肤的处理、刻磨的流程就全部都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涂胶，但是呢，不是先涂上面，是先涂下面。前面的镜头可以看到，胶水贴完甲片之后，它的这个衔接的部位是会微微一点点泛白的啊。我们要把它清洁干净的同时，因为它是下钩甲，指尖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点点空隙的。我们用95的酒精清洁干净里面的粉尘了之后，用底胶进行填缝。我们用手指头拎起顾客的指心肉啊，轻一点，也不要太用力，
然后把胶填到我们这个缝隙里面，但是不要填到肉上啊，是本甲与甲片的这个小的缝隙和台阶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模特是下钩甲，下钩甲指心我们是贴甲片的时候要抬起来贴，所以中间会有一段的空余。这个空间呢，你的胶水没有办法完全填满的情况下，我们后期是可以用这个底胶去做补充的同时，只要是贴甲片，你的酒精碰到甲片上了，甲片一定会泛白，这个不是胶水的问题。如果你用酒精擦了甲片，甲片就一定会泛白。那么这个泛白现象呢，我们也可以用底胶来进行补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本甲与什么？本甲与甲片间的缝隙就被我们填满了。好，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本甲与甲片间的缝隙就被我们填满了，同时达到了去白的目的。我们这个样子去照灯60秒。甲片底部的底胶照完灯之后，我们来清洁上面甲沟缝隙里面的灰尘，一定要擦干净。顺便可以擦一下底下的浮胶，这样你看，你哪怕你再去擦底下，底下都不会变白，看得见吗？底下完全不会变白，是透明的。但是上面你看啊，擦完了之后，等酒精挥发了之后，上面的甲片慢慢的就变白了，不需要太介意，可以用底胶救回来的啊。接着我们涂抹干燥剂，干燥剂甲沟那边可以稍微带一下，但不要流到甲沟里哦。然后结合剂，结合剂是不能触碰到皮肤的，离皮肤要有一个1毫米的安全范围。这两个的使用注意事项，上节课有讲，我这节课再给大家强调一遍。结合剂是不可以碰到甲沟皮肤的，要离皮肤有一个1毫米的安全范围。但是甲片上涂到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然后总结一下，干燥剂是去油去水的，结合剂是辅助底胶抓附力更强的2个不同的产品。接着我们整甲面涂抹底胶，同样不靠近皮肤的地方，就是快速的刷，大面积的给它刷下去。然后指尖包边包一下，靠近皮肤的地方，我们稍微慢一点点，以轻推的方式哦，就笔刷上有那么一点点胶，然后轻轻的推，拎起顾客的后甲廓，尽量靠近后缘，但不要触碰到皮肤。然后这边的话是小拇指顶起，看啊，小拇指顶起顾客的侧甲廓，把我们的笔探进去。从视频上看，我好像涂到肉了，但是并没有。如果你涂到肉了，它一定会流胶的，所以不能涂到肉。侧线把顾客的手指头转过来，然后一样用小拇指掰开侧甲廓。侧线是需要整个侧边都包裹到位的，不要有缝隙的啊。好，左边的侧线怎么涂？一定要转过来涂，你眼睛看不见，你就不能确保你有没有涂到位。后缘靠近甲廓的地方全部都涂抹好了之后，我们笔刷躺平来撸匀一下甲面的胶体，然后来看一下指尖的包边啊，这样子，笔刷像这个样子，笔刷斜过来，轻轻的带下，顺便啊，它有一个画括号的感觉，看得到吗？画括号的感觉，轻轻的把指尖的胶体，多余的胶体都带走，指尖就不会堆胶了。这样我们整甲面的底胶就涂好了，照灯60秒。底胶照完灯之后，我们来涂抹延长胶，进入塑形的步骤。首先一样，取延长胶大面积的在甲面上进行涂抹，然后靠近后缘，这个时候稍微的离后缘有个1毫米的距离是可以的，不需要像底胶一样那么靠近边缘。但是侧线一定要包裹到位。侧线不能有缝隙。
然后把笔毛躺下来，刷匀，整甲面交替，指尖包边包一下，有厚的堆胶的部分给它带掉，这样我们打底找轮廓的步骤就涂好了。第二步，根据我们甲面的长度和大小去取一坨适量的延长胶，放在后缘处，轻推胶珠，一定要轻一点，然后滑胶的感觉，把胶体从后缘左右的拖到指尖部分，并且顾客的手指头一定是往下啊，手指头往下的一个走势，这样我们的胶体就不会流到后缘甲沟里了。操作顾客的时候，这个细节真的很重要。取一坨合适大小的胶，如果胶太多了，可以轻轻的在指尖的部位把它给刮掉，看到吗？那少了可不可以补胶？少了也可以补啊，但是少了你补胶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大气泡，所以我建议大家取胶稍微取多一点，多了给它刮掉会更方便操作。尽量我们的延长甲看啊，像这样晶莹剔透的，不要有大气泡。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笔尖尖轻轻的划胶，看一下哪里有特别凹陷的地方，把胶带过去了之后，确认整甲面没有凹陷处了之后，我们再倒过来，换成这样的小笔，去调整甲面的高点，让我们的胶最厚的地方。高点的地方在整甲面后缘的1/3处啊。第一步是从这个侧面去观察，让它的高点在整甲面的1/3处。第二步是从什么呢？是从指尖的这个视角去观察，让它的胶体左右的这个弧度是什么呢？相对对称的，不要歪斜，不要所有的胶都跑到一边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调整我们手指头的水平，去调整这个指尖角度的左右对称。好，调整好了2个视角的角度了之后，我们正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凹陷处。有凹陷处的话，用我们的小笔尖引导一下下。好，如果我们要做塑形的话，就是稍微像这个样子，饱满一点，侧边一定要有一点点的厚度，我们才好做塑形啊。然后我们伸到灯里面去照灯10到15秒。好，为什么是10到15秒之间呢？因为你灯的功率不一样，和你的延长胶的品牌不一样，它的固化时间是会有区别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同学们回去大家进行测试的。照一下，顾客觉得烫了就可以让它拿出来，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塑形夹，你看用尖尖测试一下我们要夹的两边的这个地方会不会变形，点下去，像这个样子点下去不会变形，就说明 OK 了，可以塑形了。一定要是在它干了，但是不是完全固化、完全变硬的状态下去做这个塑形的动作。接着我们用塑形夹去夹什么呢？去夹我们的左右两侧的最宽处。稍微受力，看得到甲床变白了吗？但是这个用力也不能过于用力，像那种扇形甲特别明显的指甲，我们不能一次性矫正完全的，就是不可能一次性给它夹得很瘦。如果你只是追求一次性给它夹得完美，你会发现顾客的甲床会产生空甲的现象，而且你在夹的过程当中，顾客也会觉得很疼啊。所以不是说一味着为了追求夹手，并不是的。如果扇形甲非常严重的顾客的情况下，我们要通过2-3次，就是做2到3次的美甲来进行它的甲床的一个塑形矫正。好，像这样调整好了宽度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夹着塑形夹，用手持灯照灯30秒。手持灯照完30秒之后，我们拿到大灯里面去照灯60秒，完全固化。大灯固化好之后，我们用95的酒精擦去浮胶。基本上塑形夹夹完之后，两边就会有一条比较明显的棱，或者是微微的有一点点你需要修形的地方。那么我们修形之前一定要擦去延长胶的浮胶，再进行操作啊。还是我们的棒形打磨头，转速开到10，我们去修侧边的棱。
打磨机把大型修好了之后，我们再用细砂条，这个是180度的，轻轻的过一遍整个甲面，使它的平滑度更好。大面积的这样去过，它就不会有棱，并且还可以有一个这样下落式的打磨，把边缘的轮廓磨得更加的顺滑。好，像这个样子，用砂条整个过掉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侧边的这个弧线的饱满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指尖的部位，从指尖看上去，这一条弧线是左右对称的，理不理解？这个样子，我们的打磨修型就完成了。我们来清洁干净甲面，扫去粉尘之后，用95的酒精清洁干净甲沟里面的灰尘。然后可以看到，用砂条磨过之后的甲面是微微的有一点点划痕的，看得见吗？这种划痕就会影响我们涂木标色，所以我们是需要去薄涂一层底胶。涂底胶同样，中间大面积的涂抹，不靠近皮肤的地方快速涂抹就可以了。靠近皮肤的地方，我们稍微慢一点点，尽量靠近根部，但不要触碰到皮肤。侧线一定要包裹到位。记住，你涂哪一边，你就要转动顾客的手指头，眼睛一定要看得到操作面。确保你的侧线都完全包裹到位了，后缘没有留胶，指尖包裹一下，我们就可以去底胶照灯60秒了。但是如果是说假设啊，你刚刚用延长胶的时候，因为延长胶它的胶体是相对来说比较粘稠的，调整是比较麻烦的。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有凹陷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去一坨胶。去给它做一个做一个建构。如果你是像老师这个样子平滑且饱满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做建构。但如果你有凹陷的地方，你就可以趁着这一步用底胶做一个建构。大家理不理解了？好的，我们去照灯60秒。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底胶照完灯整个纤细的状态，这个就是一次塑形达到的效果。